关前提醒，本期视频适用于所有网络游戏玩家，咱们本期只是拿魔兽世界举例子。无论你是萌新丑旧、初来乍到、游玩已久、闻讯入坑、面孔熟透、上处练级、团本老手、刚健爱将、反派暴走，都请不要嫌我聒噪，一定看到最后，我保你从此轻车熟路、对答如流、小荷财路、尖尖角、百度图片、肉豆蔻。解到什么带来死不带去，大家好，我是老申。今天我们讲到底什么是私服，具体讲私服的原因，我放在了简介，请选择性代入。如果出现胸闷气短、垂桌顿足、辗转反侧、便秘导无法排毒，本人概不负责。那么聊私服之前，我们得先定义私服。那么私服的私对应的就是官服的官，那啥又是官服呢？所谓官服指的一般是网络游戏，是由某合法游戏公司制作并运营，或制作完毕后授权给其他合法应用公司进行运营的，在法律法规允许跟规定范围内进行付费或免费持续性给玩家提供游戏服务的服务器。这概念没啥用，你也不用记。咱拿魔兽世界举例，就是魔兽世界由暴雪研发，外服是暴雪自己管，咱这边是网易雷火管，所以由暴雪研发并由网易雷火代理的服务器就是魔兽世界的官服。那私服的定义又是什么呢？私服没啥定义。是的，你在网上你都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在这里我们采用2003年我国相关部门关于开展对私服外挂专项治理的通知里边对于私服的定义。私服外挂违法行为是指未经许可或授权破坏合法出版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互联网游戏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修改作品数据，私自架设服务器，制作游戏充值卡、点卡或者月卡，运营或挂机运营合法出版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互联网游戏作品，从而谋取利益，侵害他人利益。私服外挂违法行为属于非法互联网出版活动，应依法予严厉打击。注意啊，各位，这段定义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你总能听到有人说私服是违法的。当然定义也很拗口，咱们中译中一下。简单来说呢，私服就是吸官方的血，从官方碗里夹肉，把一个很有名气的游戏魔改一下，自己架一个服务器，就把那些想尝鲜的本来可能属于官方的客流就给引过去了，然后通过收取报酬来进行盈利活动。但是各位你今天点开我的视频，你知道私服是违法的，架私服的能不知道是违法的吗？所以私服为了规避应的风险，他们惯用的手段有如下一些。那么在具体介绍之前，我先叠个假，我不排除真的有人愿意自己花钱搭建一个服务器，就大家小圈子里自己玩，且不向玩家收取任何形式的报酬，但这种真的很少，你几乎看不到。那么为了规避相应的风险，首先在资费模式层面他们进行了修改，不要求玩家进行点卡跟月卡的充值，因为你要敢真这么干，官方一旦知道哥德鲁远都飞过来干你狗头，所以他们换了一种方式，美其名曰赠与。就啥意思呢？这服务器你要是喜欢，你可以免费玩，但如果你想花点钱资助制作团队，那么制作团队也会在游戏里调取一些虚拟物品予以回馈，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克劳养服的局面。你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其实现在很多游戏的官方服务器和手游也是采用此类资费模式，而最早采用这种模式的人是谁，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这种资费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私服的启发。这种被称之为赠与的资费模式，并不能说玩家跟私服之间形成了强交易关联，因为按照私服的逻辑，玩家花钱是赠与，他们给玩家物品则是回馈，这就相当于在灰色地带里走了一圈。而且这种资费模式特别容易产生孝子这种团体，为啥呢？因为这利用了免费游玩私服玩家的愧疚感，我没钱氪给你，但我可以免费帮你宣传，比如你自称不卖数值，比如你自称超级变态，比如你自诩管第三方管得比官方好，这听起来哪一条不会诱惑那些对官方积怨已久的玩家呢？然后这种跳马猴子就满地都是了，就包括申时之前也收到过类似的私信。就国服干活的那阵儿，我在直播室跟大家聊魔兽，就有人私信我，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污言秽语、人身攻击，甚至提升到对家人的威胁。本来我还挺气不过的，但后来有一个人，他的名字起的叫申氏的父亲，然后他私聊我说我死全家。你看他叫申氏的父亲，他又说我死全家，我要是再跟他置气，又显得我好像不大度了。所以私服的孝子们，你们省一省，过一会儿我给你解释为什么你不该给他们当孝子。那么私服规避法律风险的第二条措施就是把服务器设立在海外，这种各位就很熟悉了。一般情况下你玩私服不都得挂加速器吗？那他为啥要舍近求远？是国内租不到好用的服务器吗？当然是为了增加追责成本。你在国内搞这套一抓一个准，你在国外整吧，他未必有闲心管你。但这种行为可能，你注意是可能会牵涉到一个后果，也就是国内的一部分信息它可能会流传到国外，但信息安全这个事儿咱也不懂咱也就不细说了。那么第三种规避方式就是美化自己，是不是有很多私服自称公益服啊？好，那么各位我问你，什么叫公益服？是这个服务器的搭设者他做公益了吗？当然我不能排除有这种，是你氪给这个服务器的钱他捐给谁了吗？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的。这个公益指的是它是对玩家公益，也就是让你免费玩。所以当一个私服喊出它是公益服时，被公益的主体是玩家，而当玩家听到这个服务器它自称公益服时，你的第一反应是它是不是不挣钱？然后就会有玩家真的觉得，哎呀，这个世界上还有干这种好事的人，那我不占便宜就是亏。那么各位，你现在冷静的思考一下，私服它真的不挣钱吗？它
他真的没有成本吗？这个沉默的成本，他就甘心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吗？你看，这就和第一条玩家赠与私服这件事联系上了。正所谓无利不起三分早，一个私服团队，他要架设服务器，他要选程序员，他要雇 GM， 他要进行版本研发，甚至找人帮着宣发。咱是个主播，什么搭服务器、程序员这个事儿我不懂。我来聊一下我见过的事情。在去年国服离开的时候干他妈的鲍比克蒂克！在9月份时，我也收到了一个私服的邀请，是个做一命服的，还有些名气，在座的各位搞不好还有人听说过。为了宣发，为了让更多的人来玩，为了让更多有可能的大佬来氪金，他找到了我，说出了他的理由：国内没有代理，私服不存在侵权问题。我在这里说一下，各位，这句话不完全对。就算国内没代理，顶多也就是没人管你。就网易跟暴雪分手那段时间，网易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来管私服，暴雪呢，暴雪自顾不暇，没空管。但不管不意味着没侵权，更何况私服本身还是非法出版物。后边提到了，如果我帮忙宣发，他们会提供底薪或者算是推广费。各位别害怕，我没接，不接的理由涉及到保密协议，所以咱就不说了。首先，我不排除有些人在对私服进行宣发时，有那么一种可能，确实是因为热爱，就觉得挺好玩的，所以推荐给别人。但一般此种宣发，咱就拿这个事儿举例子。假如他找我宣发要给我底薪，我们之间是不会有书面合同的。为啥？因为他是私服，所以结算方式一般也是赠与就跟他们跟玩家收钱的手段是一样的。或者以我所在的平台的礼物打赏进行结算。不过这只是我掌握到的消息，其他的各位可以补充。那为啥要投入成本进行宣发？还不是为了打响知名度，然后收更多的钱嘛？所以各位要记住私服之所以管自己叫公益服，其实具备了一定的迷惑性，还能帮你迈过心里那道道德门槛。毕竟你的朴素道德观隐约的告诉你，玩私服它不太好，你只要知道里边这个事儿就行。那么以上这几点是比较典型的私服为了规避风险而进行的自我修改，包括玩家赠与、服务器设立在境外，以及叫公益服。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排除确实可能有非盈利性质的私服存在，但同样也还是那句话，你真的未必找得着和看得见。私服的危害则要分别说，一个是对官方，一个是对玩家。它对官方的危害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就是对著作权进行了侵害人家官方开发个游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私服直接剽窃魔改，这既不道德也不合法，而且还会分流走客户资源。而如果个别私服做得很烂，那些没玩过官服而直接接触私服的玩家，就会对游戏本身的品质产生固有的偏见，这算是变相砸口碑。虽然有些厂商的口碑也不用接着砸了，如果此种情况不加以制止，任其野蛮生长，官方也就是握着这个 IP 的人会产生消极的开发态度，费劲巴拉做个游戏，钱也没挣着，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后续版本的研发之中，然后后续版本因为资金缺乏做得很烂，玩家们就很生气你这身体不如原来然后又会放弃官方去玩私服，更加促使私服茁壮成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长此以往，谁还做游戏那么对于玩家来说的危害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服务器在境外有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流往海外以外，你的个人游戏体验其实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就是你的装备，你赠与之后给予你的一些虚拟物品，会在私服跑路时全部消失，钱也白花，心血也白搭。不过这里有个地狱笑话在鲍比克蒂克干没了国服之前，我当时总跟大家说你玩私服的话，你可能会没有保障的，你自己琢磨清楚了你怎么玩我不管。然后国服没了，一帮人来我直播间，他妈的官服这边不也没保障吗？那你看现在官服回来了，我又可以说了，你玩私服没保障不过你自己掂量明白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不管。再有呢，就是个别私服内部工作人员品质的不可控。比如说之前某一个私服爆出了一个 GM 给自己调了一把很厉害的武器，然后嘲讽别的玩家，说自己当年是玩欧服的贵族。这件事被捅到了这个服务器的运营团队，团队当时的回复倒也挺硬气，这种情况一经发现绝不容忍。但你仔细想想，这还是发现了的呢，那没发现的还有多少呢？免费玩私服的各位，人家私服搭设者不知道你没花钱吗？那他有没有对你区别对待你也不知道呀，你是不是付费玩家的体验咱也不好说呀。而私服的下一个危害就比较厉害了，它有可能会成为洗钱的手段。当然细节咱不用聊，各位自己品。这时一定会有人反驳，私服做的就是比官方好，他管工作室管的可快了。首先各位你要明确，私服是第三方，也就是工作室的究极表现形式，它本身就是做大的工作室的一种。同时管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服务器相对比较小，你注意是相对，所以管理难度没有那么大。再者，假设你是个开私服的，你能容忍有同行趴在你身上吸血吗？有人还说私服的创意很好有了很多新的玩法。他创意再好，也是植根于人家的 IP 之上，你有能耐自己从头搭建个世界观上Steam卖不过确实创意这方面还有另外一种应用形式。大家都知道魔兽世界有一个探索服，还有一个硬核模式，这两种想法从哪儿来的各位应该也明白。所以当时
在官方宣布这2个玩法之后，相关的私服里的世界频道有的玩家还在说啊，暴雪真不要脸，居然偷私服的创意。我不大好评价，我就微笑吧。私服的版本也是多种多样，有经典60级怀旧的，还有往里边加一命回白装、不许做任务等等各种奇葩玩法的。70级的私服不多，80级的私服很多，但据我所知，最近跑路的也多。85、90级没什么名气， 6.0 没人做， 7.0 有，而且架设者知道 7.0 不好玩，直接开的 7.35， 8.0 看不太见， 9.0 还有私服，我真是一点都理解不上去。10.0 有私服，这个倒是可以理解。那么话说到这里，你不仅会冒出一个问，那各个网络公司面对这样的私服该如何去应对呢？应对起来其实还挺麻烦的，因为这种私服的数量太多了。私服开就开了，官方要考虑的事儿可就很多了。所以在治理私服时，很多厂商选择了非常简单高效的方式，那就是枪打出头鸟。最经典的就是当时恩服跟暴雪之间的官司。咱们不能否认，当时的恩服作为一个怀旧服做的其实还不错，也能理解为什么有大批的拥趸，但最终会闹到法庭上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作团队被捧杀了，在玩家的裹挟和声援之中，当然其中也可能包括同行和官方的探子，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能和官方叫板。咱先不论你占不占理，作为一个私服，你本身是违法的呀。就算官方知道啊，你这个表现确实也可以，我们要不要考虑改一个怀旧服啊？但是官方人家不要面子吗？结果最后的结局就是闹得谁也别想好。而在当时这件事的波及程度已经到了咱们这边，甚至在我的直播间和我的视频中有大量的恩服粉丝跳着脚骂。所以话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明白为什么我不建议你给私服当孝子替他免费宣发呢？第一，他不给你钱，也不会在你帮助宣发私服时，别人喷你脸吐沫星子时替你站出来说话。为啥？因为你没给他花钱。当然你要是花了就更冤大头了。同时，你的每一次过度宣发都会让你喜欢或者正在玩的私服暴露在灯光之下。刚才咱们聊了，治理私服虽然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但抓住那些最跳的往死里打，永远都是好用的手段。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玩家跟私服的关系。我们知道，先有了官服，后有的私服，所以官服是私服的爹，而我们玩家是厂商的爹。你不要看一些厂商天天搁那说，哎呀，亲爱的玩家，我是你爹，咱们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没咱们氪金他们得饿死。所以四舍五入，咱们玩家是私服的爷爷，你想怎么疼孙子那是你的事儿，但在公共场合乱闹的熊孩子谁也不待见。那么玩家至于官服私服的态度，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本质就是支持正版。你把这件事置换到单机游戏，你一下就明白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玩学习版本身不能说你做错了什么，但如果一边玩学习版一边跳出来喊玩正版的都是傻逼，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啊。那么视频看到这里，最后再来一句忠告啊，虽然可能有点晚了，看完视频好好思考我有没有 Q 到你，别视频都没看完就跳着脚的弹幕跟评论里乱骂，过早暴露成分谁都下不来台。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